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很多人都说我们湘西的景色很美。当我今天来到这处地方，把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，确实也发现啊，整个寨子啊非常的美。看我们当地啊，老乡就是背着这样的小背篓上山去砍柴。其实农村的生活是非常淳朴的。大家都说啊，到农村里面来买房养老，到底和邻里之间这个关系啊好不好相处？农村人挺实在，你来到这边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就是沟通交流，都很好相处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处地方是应一个粉丝朋友所托，他说啊，前10年左右，有人给他家里整个宅基地加上房子出价将近是8万块钱左右，想把这个宅基地卖给别人。然后呢，他两口子一商量，觉得这个价格比较便宜，不想卖掉。其实啊，他是想卖的，但是他老婆不想卖。因为等他修好这栋房子的时候，就发现各方面不太顺利，做生意也做不起来，很多事情吧。然后房子刚刚建好，基本上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就没有去住，也没有装修。他就想换个地方，但是呢，就觉得这个价格比较便宜，就没有卖。但是如今10来年过去了之后，他就很后悔。他说，如果当初把这处地方给卖掉了之后，那可能得到一笔钱，可能做另外的投资也好。现在荒废在这里啊，实在太可惜。那整个宅基地呢，当我升起无人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啊，原来这处地方啊，可能不顺的原因就找到了。整个宅基地啊，形似一把杀猪刀，尖尖的头往这个方向，然后那边呢宽些，很狭长，将近有45米到50米左右。最窄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尖，将近只有2到3米。最宽的位置，将近有10米到11米。然后呢，还是个弯弯曲曲的，背后是一个土坎，相当于这样子弯弯曲曲的，背后是直的，很形似一把杀猪的尖刀。那我们就慢慢的走进这栋房子，找下其中的原因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啊，我们先从这个最窄的位置，也就是形似于这把尖刀的位置看起。然后这里呢，它是建了一栋3开间的砖房，留了2扇大门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然后房子的进深啊，将近有3米左右，高度呢将近是有2.5米左右。房子呢盖的是琉璃瓦，我看到已经有地方开始漏水了。这栋房子啊已经闲置了10多年，他们两口子啊到吉首市那边现在去做生意了。然后这边一路过去啊，就是在马路边上啊，一路过去都是他们家的一个宅基地，我们也可以慢慢的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呢都是杂草丛生啊，比人都还高。看整个这个地形过去有根电线杆，背后的土坎呢是邻居家的。这边啊，以前他是准备要建房子的，整个水泥墩子啊都已经做好了，然后刚好建好那边的2层楼的位置，就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临时呢就给他停工下来，然后他们就外出去务工做生意去了。现在整个宅基地啊就全部给空下来了，所以很多年没有管理，都是长满这样的杂草。之前就有很多粉丝朋友说，在农村里面建房需要注意一些什么。其实啊，我们走到这条马路看的时候啊，看不出整个宅基地有多大的一个地形变化。但是当我升起无人机的时候啊，才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。包括之前啊，我们在对面拍了一栋房子，大家还记得吧？那栋房子呢，上下2层楼的结构，底下是有一处大水井。然后留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井眼从房子里面流出来。那家人呢建好房子了之后非常的不顺，然后我拍了视频，好多粉丝朋友也在里面留言了，确实说啊那个地方的可能地理环境不行，然后那栋房子修得非常的怪异。
是不是？看这底下呢，就是清水江的江面，整个江面啊，将近宽约150米，最宽的位置啊，可能有300多米。据说啊，这里面的深度啊，将近达到了15、6米左右。鱼类资源啊也是非常丰富的。每到夏天啊，沿江两岸很多钓鱼人的。这位小哥在这里钓鱼，看刚刚吃过早餐才过来的，说早上啊跑掉了2、3个都是6、7斤的大鱼呢，好可惜啊。钩子有点锈了。哦，那就咸哦。钓白骨子咋？钓聊聊。炸鱼多不多？有哦。连天连一大窝，哎，好深的水哦。这边的水还比较深，我从它的杆子看得出啊，这个将近有4到5米左右的水深。6、7米啊？你这几米的杆子啊？哦哟，7米的杆子，得快到颠上了，那就6米多深水，6米多深的水。你昨天晚上钓的啊？够一个晚上了。哦。其实啊，整个宅基地这么狭长的也挺好的。最宽的位置可以修建房子，然后这边呢比较窄的可以修一个停车的区域，再过去呢还可以给它清理出来做一个菜地，然后整个宅基地啊打上围墙，倒是挺不错的。你们觉得呢？那我们再过去看一看。那这边啊，以前就是主人家住的房子，也是3开间的砖房，楼层高度啊将近有2米7、8左右，上面盖的是那个青瓦加上石棉瓦，整个屋顶啊被这些藤类的植物爬满了。如果是开春了之后，整个植物啊都是绿油油的一片，不小心看的话，可能还发现不了这栋房子呢。中间是大门，两边是卧室，2个卧室呢留的窗户我看了一下，还比较大，所以整栋房子里面的透光性应该还是挺不错的。房子的进深啊将近有6米左右，以前这栋房子建的比较小，如果是往外扩展的话，可能会建到8到9米左右，然后差不多就到这块区域吧，距离马路呢就很近了。再过去啊，他还建了一栋房子，那栋房子呢是刚刚建好，没有装修，然后呢临时就改变了主意，就让它荒废在那边了，住都没有住。我们再过去看一下。就是那个2层楼的房子，看房子建好了之后，这个拆模都没有拆，然后这个窗户啊留好了，但是防盗窗什么都没有做，上面的线脚板也做好了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完善工作，就像感觉一夜之间就不要了这栋房子一样的。真的，这个地方，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才发现，确实这个地形很怪异。然后这边呢，它还建了一个小一点的房间，这个地方呢也准备给它修建成2层的，也只建了1楼，然后2楼呢还没有修建，就完全的荒废了。以前修建这边2层楼的位置啊，他准备从这里流路上去的，路基呢已经是留好了，看，大概宽约1.5米左右，从这边走上去，然后那边就是大门的位置在那里哦，从那边进入，这是一个相当于2个卧室，上下2层的结构。好可惜啊，这样的房子，你看这个整个外墙都没有来得及做粉刷，只是建好了主体，里面呢完全没有装修。当年呢也是花费了整个这个房子啊，整个花费了好几万块钱呢，就白白的去浪费了，太可惜了。这个粉丝朋友也说，当年如果把这里8万块钱卖给村上的邻居，那再也不会就是说出现后悔的事件。当年没有卖，现在想后悔呢，别人已经买了地建了房子，已经不可能了。所以说荒废成这个样子，整个寨子里面呢，谁也不要这块地。现在找到我，让我来看一看究竟什么原因。他说啊，
现在这么宽的地，将近有700平左右，意思呢也就差不多1亩3、1亩2到1亩。来到这里啊，感觉来到了云南的洱海，是不是风景挺美的呢？看身后的清水江啊，波光粼粼的。然后整个寨子的老百姓出行有2种方式，今天我们是开车进来的，这边人啊更喜欢坐船，从这里码头坐船去对岸搭车到镇上，从那边到镇上将近有2公里。这边开车的话就有6.5公里，然后这里啊距离县城有16公里。其实整个这边的生活挺方便的，平时呢买一些生活用品都可以到镇上去买。然后整个寨子呢有100多户人家，整个这边老百姓的生活啊都是种一些经济林，也就是橘子啊、橙子之类的，这边啊是不种稻田的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环境到底好不好呢？这个粉丝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现在好后悔啊！要是当年8万块钱把这个房子、宅基地一起卖掉的话就好了。现在荒废在这里啊，无人问津，确实太可惜了。每次回来看到整栋房子里面杂草丛生啊，想想都是泪。那可能，做的决定啊，当时候可能犹豫再三，舍不得嘛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，确实自己也用不上，卖掉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。我们只能祝愿他们好运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